如果你是一位非常热爱游戏文化的观众，建议你关掉这个视频，因为接下来的这些画面一定会让你血压升高。不知道提到博物馆，大家会想到什么？也许是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又或者是11区的 NRO 主题博物馆，也有可能是玩大的博物馆。不管是什么样的博物馆，其属性与目的都在于收藏、保留和展示。而随着文化的多样性，在全世界有着各类主题的博物馆，那么游戏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由于出现过游戏机禁止在中国国内销售的时期，我们想要有个能保留记录我们自己游戏文化历史的博物馆，可以想象有多困难。而熟悉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许知道，我们极客堂楼上就有着这个看似不可能出现在国内的游戏文化主题博物馆，那就是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但就在618这天，我们的博物馆不幸被人入室偷窃了。这里还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博物馆。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是馆长，也就是极客堂堂主，凭借着对游戏的热爱和分享游戏文化的初衷，从2014年开始建立这个非盈利性质的游戏文化博物馆，并在全国开始巡回展馆，让不同地方的人感受电子游戏文化的魅力。直到近年才在极客堂楼上试营业，并且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堂主为了不让游戏被普遍大众认知为玩物丧志、洪水猛兽的电子 NRO，还找了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夜谈实际》的作者马斯图先生为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提名，以此来表示游戏是一种有效性强的文化载体，并不是电子 NRO。那么，作为一个国内的游戏文化博物馆，馆内都有哪些藏品呢？有在禁令时期以多媒体娱乐终端避开游戏机为契机，在国内推出的中国大陆国行 PS2 主机，还有当时上市的全部16款中国大陆版 PS2 游戏，有微软国行 Xbox 与故宫跨界合作的故宫风格限定原型机，还有任天堂和神游科技合作在中国大陆发售的家用主机神游机。另外还有一套东西，想让大家先猜猜价格。这套其貌不扬的卡带是当年过审晚于神游 DS 售卖时间，导致并未上市的12张小神游 GBA 卡带，市面上流出的一共只有3套。除此之外，博物馆中还有很多平时很难见到的游戏相关收藏，比如各种限定版、各种街机的机版，还有已经是时代眼泪的掌机、游戏相关的手办周边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馆内还有国内举办的各种游戏展会和上市活动的相关纪念品。也正是因为这些记录国行历史的东西，让索尼互动娱乐的副社长织田博之先生和大家都很熟悉的五人书，还有 Xbox 大中华区负责人 Chester 和 Carrie 都先后到访过博物馆，并留下了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签名和指导意见，来纪念中国主机游戏行业的文化历史。但就如开头所说，博物馆在618这个大家都在买的日子里，被一个贼娃子愉快领略够了。那么现场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让发现案发现场的第一人毛利小武坤带大家回顾案发现场的情况。博物馆被盗事件案发篇。当时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抱着愉快的心情来到极客堂准备开始上班，但来到店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极客堂的堂字夭折了。接着看见，我靠，2楼博物馆的窗户全都被打开了，仔细一看还能发现博览馆位置的窗户挡板被人在外部撬了个洞。这使我在现场非常紧张，因为想象一下，如果你放贵重物品的房间，比如电子设备、手办或者各种名牌衣服的地点有被人闯入的痕迹，这时肯定第一反应是完了，我那些好不容易收到的宝贝可能都没了。哇，一定是各种东西的残影在你脑中蹦迪闪现，然后你不停的想掉没掉。更何况这是一个博物馆，随便掉点东西心脏都感觉会被骤停。于是我慌张的第一时间通知了堂主，并给他说了案发现场的外部情况。不可思议的是，堂主这时非常淡定，
说只是一个小洞，应该只掉了几个阿米波，而我们这个安保措施，基德都进不来，就算进来了，他也出不去。就在这时，听见了正好在博览馆的吉克堂堂弟发出了一声惨叫，这声惨叫惊动了整栋楼的所有人，堂主也不例外。很快啊，堂主收到了堂弟发来的现场照片，堂主看完以后明显坐不住了，我们从楼下都能听到他慌张的脚步声，于是我们赶紧一同来到案发现场。看到现场后，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操！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原本未开封的主机包装被强暴般的散落在现场，但万万没想到，这还不是最过分的。为了知道犯人的手法，我需要完美的还原作案过程。原来堂主在案发时回来过。Next Door 机口博物馆被盗事件推理篇。Next 即可只黑多。Xbox